小小，名字还挺好听。叶晨嘴里随意嘟囔着，顺手捏了捏那小猫的下巴。小猫倒是乖巧，半眯着眼睛，微抬着头任它摆弄。叶晨有些惊讶，说：“这小猫胆子还挺大，一点也不怕人。”林婉儿微笑点头，说：“小小比一般的流浪猫要亲人一些，也可能是在猫群里总受欺负吧，所以觉得人反而比同类更可靠。”言罢，他看着叶晨低头时英俊的面孔与眉眼，心中暗想：公子若是知道妈妈尚在人间，一定会非常激动吧。20年来都以为至亲早已不在，却没想到妈妈还活在世上，怕是没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人感到宽慰了。这时，小小或许是喜欢叶晨轻轻的揉捏，缓缓起身，将后背弓起，两只前爪来回踩了几下，紧接着便钻进了叶晨的怀中。林婉儿笑着说：“看来小小很喜欢公子呢。”说着，她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相机，道：“公子，奴家给你和小小拍张照吧。”叶晨并未多想，微微点头，抱着小小看向镜头。林婉儿按下拍照键，一张近距离的高清照片便拍了下来。由于院子里的灯光昏暗，所以手机自动打开了闪光灯。照片上，叶晨棱角分明的五官在闪光灯的高光映衬下，像是自动开了美颜，竟比真人还要再俊秀几分。林婉儿将手机递给叶晨，笑着说：“公子看看，拍的还行吗？”叶晨对这些倒是不在意，随意看了一眼，便笑道：“拍的挺好的。”林婉儿开心一笑，拿回手机之后，顺手打开微信，将照片发给了安承熙。他以前从未想过要给叶晨拍些照片留作纪念。刚才想给叶晨拍照片，一来是觉得一人一猫的画面很和谐，二来也是想把照片发给安承熙看看。这么多年来，安承熙一直不敢与叶晨近距离接触。当年叶晨在孤儿院时或许还好些，有自己的工作人员能悄悄拍些照片给他看看，但这几年叶晨实力越来越强，他留在叶晨身边的人也在一个个撤离并保持距离，平日想看到叶晨的近照怕是也不容易。此时的安承熙已经离开金阁寺，去到了距离金阁寺几百公里外的青森县。青森在日本本岛最北部，盛产苹果和其他经济农作物。安承熙在这里有自己的种植园，以及苹果相关产品的深加工生产线。青森的苹果产量占了全日本的一半，这其中安承熙又占了青森的一半，而且主要的出口方向业务都在他的公司手里。当年安承熙与叶长英结婚之后，两人除了帮助自家的家族赚钱之外，自己也用各种壳公司以及代持人的身份，在全世界投资了不少产业，有很赚钱的科技、能源以及工业企业，也有不怎么赚钱的小生意。像他们在青森投资的苹果产业，规模很大，但实际利润并不高，不过这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。他们在青森投资，其实主要也是为了这里的地理条件以及产业的特殊性，能给他们带来很多便利。青森县人口密度较小，差不多只有日本平均人口密度的1/3。地广人稀的好处就是更容易隐藏，尤其种植园这种形态，就更不容易被外人发现自己的秘密。而且青森地理位置对安承熙来说比较方便，往南几百公里就是日本本岛的发达地区，例如东京和大阪，往北几十公里就是北海道。这里距离北海道只隔了一条津轻海峡，而且还有海底隧道相连。乘船往东是朝鲜半岛以及俄国的远东地区，往西则是广袤的太平洋。从青森港出发到旧金山也不过7、8千公里，算得上是非常便捷。安承熙把控青森的苹果出口生意，一方面靠的是大量收购种植园，一方面是压低出口价格和利润，让竞争对手无力跟上。别人种苹果是为了赚钱，但他不在乎赚不赚钱，所以他的利润率最低。利润率低了，在消费者面前的性价比自然也就高了。安承熙要掌控青森的苹果出口，
最大的目的是借出口来打造一条跨国货运的渠道，这样就可以借着出口苹果的机会运输特殊物资。因为担心叶晨的追查，他在空银法师圆寂之后就转移到了这里，在麾下最大的一个种植园落脚。这里漫山遍野种满了苹果树，而且都是他的人在操持，早就打造出了隐藏的安防体系，他的安全在这里也可以得到极大保障。此时的他正在种植园内的自有建筑里，品尝自己刚才用传统的压榨方式榨取的苹果汁。忽然收到林婉儿发来的照片，顿时变得惊喜不已，双手捧着手机，仔细看着照片中的叶晨。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看到过叶晨这么清楚的照片了。看着儿子英俊的五官和抱着小猫时那难得轻松的微笑，他心情也瞬间好了许多。这时孙姐走进来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夫人，景清想见您。”安承熙一边放大叶晨的照片，仔细端详儿子的脸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让景清进来吧。”“好的，夫人。”孙姐转身出去，不一会儿便带着景清走了进来。景清来到安承熙面前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夫人，景清准备启程回国了，来跟您道个别，再看看您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景清的。”安承熙放下手机，微笑着说：“没什么要交代的，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。”阿弥陀佛。景清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说：“夫人您言重了，能为您效劳，是景清的福气。”对安承熙，景清并非谄媚，而是发自肺腑的尊重。以前他一心向佛，觉得佛陀之下众生平等，但在安承熙的点拨之下顺利悟道之后，他才知道原来佛与道竟然都在天道之下，而众生也并非平等，因为每个人与天道的距离都不一样。就拿他自己来说，悟道之后寿命都要比一般人长出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，这是众生平等吗？当然不是。安承熙本身没有悟道，可能离天道的距离比悟道后的景清远了不少，但在景清看来，自己能有机会更进一步触摸天道，全靠安承熙在背后托举，所以自己理应对他恭恭敬敬，心怀感激。安承熙又看了叶晨的照片好一会儿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将手机放下，先是给林婉儿回了一条谢谢前辈，然后才对景清说道：“你来日本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耽误了国内不少事情，现在这边都处理完了，你就回去忙你的事吧。”景清微微点头说：“我打算稍后启程动身去东京，坐最早的航班回去。”安承熙微笑道：“好，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定吧。如果决定稍后动身，我便让人送你过去。”与此同时，紫金山庄的顶层别院，林婉儿含笑看着叶晨和小小，柔声问道：“公子电话里跟奴家说有新的发现，不知具体是什么？”叶晨抱着小小，对林婉儿说道：“我今天见了菜菜子，与他聊天时，发现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。当初他在栖霞寺是被一位名叫景清的法师所点化，所以才顺利悟到的。我在想，什么样的人会愿意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，去点化一个陌生人？”林婉儿心里咯噔一下。叶晨关注到了景清法师，这岂不是等于抓住了安承熙遮挡的一角？于是他问叶晨：“公子是觉得这位景清法师的身份值得怀疑？”“对。”叶晨重重点头。林婉儿却道：“这种事，奴家说不好的。对修道之人来说，自己的秘密固然重要，但有些时候，他们也觉得传承是必要的。就好似师公他老人家，当年在10万大山闭关，也还是收了家父和吴飞燕做徒弟。”说这番话时，林婉儿心中机遇作呕，原因是她已经知道了孟长生的卑劣为人。可为了不让叶晨太过起疑心，他也只能强忍恶心拿他来打比方。可叶晨却说，单说为了传承倒也算正常，可菜菜子去栖霞寺本身不是偶然，而是别人有意为之。说罢，他便将菜菜子在电梯里被一个女人刻意诱导的经过说了出来，包括那个女人已经失踪的结果。林婉儿听了，
眉头不由紧锁。他知道，一旦叶晨抓住菜菜子被点化的上游，那这件事就必然会被识破。再加上那个女人已经离开金陵，这就更加重了叶晨的怀疑。可是他也清楚，安城西对此肯定无能为力，因为叶晨有他的手段。别说一个年轻女人，就算是景清法师这种有修为但修为不高的人，在他面前恐怕也无法坚守秘密。那个女人只要被叶晨找到，一切都会被叶晨问个水落石出。事到如今，他不敢再试图引导叶晨的判断，因为她是个聪明的女人。他觉得一旦叶晨开始察觉和分析身边这些异常，他看问题就会带着辩证和去伪存真的思维。如果自己一直试图诱导他的判断方向，那他肯定也会察觉到自己不对劲。于是林婉儿便立刻斩钉截铁地说，奴家觉得公子的分析很有道理，如果菜菜子是被人故意引导去栖霞寺，再由景清法师出面装作机缘巧合来点化他，那这就证明他们一定是一伙的，或许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，是吧？得到林婉儿的肯定，让叶晨信心倍增的同时，对林婉儿之前的几句引导没有任何怀疑。他认真地说，现在想找那个女人，怕是会很困难，但是找那个景清法师，想来不会太麻烦。他作为佛学界的知名人士，行踪应该都是比较好查的。菜菜子说他前段时间在日本为金阁寺的空隐法师主持身后事，那想来用不了多久就要回国了。